相信对于大部分男人来说，赘婿应该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生活状态，不用工作，不用养家，每天什么也不用干，待在家里吃着软饭，尽情享受诗和远方。而现实中，竟然也真的有一个地方堪称是赘婿天堂，那就是杭州萧山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。在网络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篇报道，杭州萧山有一家主打介绍上门女婿的婚介所，招赘的编号已排到300多位，但登记报名做赘婿的男性只有100多位，男人供不应求，富婆翘首以盼。而由于赘婿市场火爆，这家婚介所的介绍费从成立到2022年足足翻了100倍，一开始一单只有150元，而现在则是涨到了15000元。据说萧山女婿的最低标配是这样的：一套房，丈母娘解决包装修，一部奥迪 A6 级别的车陪嫁，外加20万以上的嫁妆。婚后丈母娘专职负责带孩子，晚饭也是丈母娘报销或者请保姆来做。当然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，但据中介介绍，萧山最不缺的就是拆迁户，他们手中的征婚者，每个女孩家里都有3至5套房子，最多的有8套。为什么萧山会成为赘婿天堂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单纯的有钱。在划区并市之前，萧山县是全国经济100强县；在划区并市之后，萧山区是全国经济100强区。2019年，萧山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15.7万元，相当于2.3万美元。而彼时，国内的人均 GDP 刚刚过1万美元。萧山招婿风气最盛行的是21世纪初的头10年，那时萧山城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城镇化改造，很多人成了拆迁户，一夜暴富。有个女孩家里有8套房，一套100多平方，余生靠收租都能衣食无忧。而萧山不少人家都是独生女，父母舍不得让女儿远嫁，就起了招赘的念头，并且家里多个女婿，拆迁款还能多拿一点。为此，萧山直接将入赘条件写进了拆迁条例。曾经有家青年时报的媒体发了一篇名为《萧山成批富家女苦等上门婿》的报道，结果吸引了近300名读者自荐，电话都被打爆了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想当赘婿的人有多少。不过入赘到萧山的门槛可不低，萧山的丈母娘们也与时俱进，对女婿提出了4个标准：知识化、青年化、人才化、平常化。从中介公开的报名成功的男性资料来看，他们大都条件不差，学历基本都是本科以上，不乏研究生和海归博士。而且这些应征者的工作也很体面，有工程师、技术员、经理、大学教师、公务员、企业管理层及创业者。中介说，前几天有2个男青年一起来咨询，他们一个是软件工程师，年薪18万，一个是框架结构工程师，年薪35万，都想做赘婿。众所周知，在古代赘婿的地位是很低的，只有那些穷的吃不上饭又没什么本事的人才会忍辱负重去入赘，一旦成为赘婿就会被所有人看不起。而如今为什么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群体也要抢着入赘呢？这是因为赘婿的概念已经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在很多人想象中，入赘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是像江宁南德学院里说的，妻子远庖厨，夫君扫厅堂，妻子3竿起，丈夫煲好汤，还是畏畏缩缩窝窝囊囊，在家庭里没有丝毫话语权，岳父母欺压他，妻子瞧不起他，走到哪儿都被人戳脊梁骨？其实都不是。如今的赘婿们可不是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。曾有一个河北男孩和萧山女孩经中介介绍认识，相处3个月后就结了婚。男方入赘，男方条件很不错，身高1.8米，长得帅，学历是硕士，做公务员，年薪20多万。结婚后，男方和岳父母住在一起，相处和睦。几年前，男方用自己的钱在杭州贷款买了一套房，两人生了一个女儿，随男方姓，现在7岁了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是幸福。这个赘婿不是个例，现在萧山的上门女婿大多像他一样，和妻子拥有平等的话语权。在萧山，入赘后的女婿可以不与岳父母住在一起，男女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一套房，婚后小夫妻单独居住，只偶尔到岳父母家吃顿饭。在惯性权上，许多家庭都会选择生2个孩子，一个随女方姓，一个随男方姓，甚至有些女方家庭不在乎冠名权，即使只生了1个孩子也随男方姓，和一般的婚姻没有什么两样，不存在谁比谁低等。
萧山赘婿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婚嫁现象，上门女婿也不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。过去，很多报名入赘的男性在走进婚介所时，都戴着帽子、墨镜、口罩，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仿佛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但现在就不会了，恰恰相反，有的人还竭尽全力吸引注意力，好让自己得到些优势。说起来，传统观念中最正常的婚嫁方式是男娶女嫁，男强女弱。不过，这种方式存在诸多弊端。首先，男性成为主导者，他固然能享受到很多好处，但同时也要承受很多压力，比如让所有男人闻风丧胆的天价彩礼。这些年因天价彩礼而发生的悲剧事件屡见不鲜。江苏丰县的一个姓孙的男孩与女友相恋多年，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丈母娘提出要15万彩礼，不然就把闺女带走。在多次争执之后，男孩失去理智，拿出匕首刺向未来丈母娘。还有些地区的彩礼更夸张，动辄几十万起步。如果没有家里帮衬，一个20-30岁男人一次性拿出几十万现金的可能性有多大？不难看出，传统婚嫁形式给男人造成极大压力。其次就是女孩远嫁的悲剧。如果男女双方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人，女方就得远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如果她是独生女，那么就意味着她的父母将独自忍受孤单，无人侍奉在侧。所有远嫁的女儿们都成了父母眼中的一个背影，她们无奈地与父母渐行渐远。当和老公和婆家发生矛盾时，身边连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。正是因为传统的婚嫁形式存在那么多弊端，所以很多地方都不再遵循男娶女嫁的规矩，有了一套自己的做法。比如说在江浙地区流行起来两头婚，男女双方不嫁不娶，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，两方共同购买婚房，婚后夫妻不定期回两家轮流居住。和前文中提到的招赘一样，这种新式的婚姻方式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程度平衡男女双方的地位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门当户对。如此，传统婚嫁的弊端被克服了，男方的压力没有那么大，女方也不必远嫁，皆大欢喜。当然，婚嫁形式多种多样，现在也没办法分出个孰优孰劣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式才是正解。不过各位是否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当我们听说一个女人出嫁就觉得天经地义，而听到一个男人入赘就觉得不可思议呢？这是因为很多人默认这个世界就应该遵循这样的法则，但是时代在变化，人们的观念应该也要跟着变化。很多人一看到女方家庭条件好，就喜欢说男人吃软饭没出息，就觉得女方一定不会幸福。但是幸福的婚姻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如果女方条件好的家庭就注定不幸福，那男方条件好的家庭就一定会幸福吗？只要这个男人温暖纯良，两个人三观契合，男方不靠打压女方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感，女方也不时时炫耀觉得自己高一头，那这样的婚姻就会是幸福的。能不能幸福不在于男强女弱还是女强男弱，而是看双方的性格是否能互相匹配，并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。两个独立自由平等的灵魂互相碰撞才是最美好的事儿。很多时候，大多数人常常过分在意婚姻的外在形式，一定要去争出个强弱高低，反而忽略了婚姻真正的本质。缔结结婚的目的是让双方都感受到幸福，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心经营。不般配的婚姻往往都有不为人知的深情。婚姻应该是彼此情感上最紧密的结合，而不是一场经济、外貌等外在条件的博弈。如果婚姻是以博弈为开端，那么也会以博弈结束。在所有婚姻美满的条件中，结婚的形式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因为步入婚姻殿堂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往后漫漫余生，只有两个人互相尊重体贴，日子才会越过越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